又是一辆小米 SU7 自然，电车的动力就是强，直接撞断了这么结实的路灯。在11月18日，河南洛阳，一辆小米 SU7 失控撞倒路灯后冲进了绿化带，随后就燃起了熊熊大火。从影片看，玻璃降下来了，车门可以正常打开，气囊正常弹出，车主没有受伤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说好的130公里的速度都能 A1 必刹停的，这次是失效了吗？由于角度问题，这次也没有被人拍到电池起火的瞬间，那超乎奇迹的电池倒置技术，只看到站得很远的一群消防员，毕竟电池说爆炸就爆炸。盲猜这次的原因肯定是车主飙车，雨天路滑刹不住，直接失控了，跟车企无关，这次估计是报废了。车主还要赔偿那个古朴的路灯，按造型看，这个路灯估计价值不菲呀，应该有10万左右。在同一天，有网友拍到一辆问界爬到别人身上去了，这是什么造型？真的是有伤风化。这算不算起飞失败，还是起飞成功了？看这个调皮的充电盖子，哎呀，我出来了，我又关好了，哎呀，我又出来。车主下车关好之后，哎呀，又出来了。最后喜提爆锤，车主估计是破防了。这就是国产车带来的日常小确幸。有时候也可以看到杂技表演，像昨天发布会上的这款奇瑞风云 T9， 它正准备挑战360度大回环。奇瑞宣发的新闻稿也是牛逼吹上天，题目为全球唯一 T9 新能源 SUV 车型挑战360大回环。这一圈中国汽车等了30年，最后肯定是挑战成功了。看着悬架改的，他妈估计都不认识他了。只要有足够的初始速度、好的悬架等条件，是个车改装一下都可以。之前夏利出租车几10年前就玩过，但是看着热闹还是不错。从搭建的场地上看，确实进步了，升到高点还有烟火助兴，就是搞不懂这么干到底有什么用，能证明什么？证明车子的质量好，还是改装的技术好，还是证明车手的胆量？好好的发布会变杂技表演，真的服了。不吹不黑，看一下我们的遥遥领先，合合资车都用了13年之后的使用情况怎么样？这一个就是我们的遥遥领先，2011年3月份出厂的。看一下他们的底盘，用了13年之后呢，怎么样呢？你看一下这里都没烂的穿个洞了，作为一个人随时掉下来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些一按就穿了这些呢，这些。还有它旁边这些呢，全部都没烂的不成样子了。这些，这些东西全部穿了。然后发动机、变速箱到处漏油。再看一下合资车，这一个也是差不多年份的。这个是12年1月份的，人家这个情况怎么样呢？发动机、变速箱有没有修过？这个先不理它，先看到人家的底盘，防锈这一块做的呢，还是可以的，没有生锈，没有没烂的，还是可以的。排气管生锈呢，这个呢是正常的，基本上90%的车都会生锈的，除非你是用那个不锈钢的，要不然都会生锈。不怕你不识货，就怕你货比货。经过这么一对比，大家都知道质量哪个好了吧？现在的遥遥领先，质量怎么样呢？再经过几年的市场考验，答案它自然就会出来，不用我们吹，也不用我们黑。质量好的车，它自然会赢得市场；质量不好的车呢，它自然会被淘汰，这个是肯定的。不是我不爱国，我只是比较反感有些国产品牌打着民族大义的旗号来做营销，实际上的产品怎么样，你还说不得它的空法。今天这条视频发出去，我估计会得罪一大批的比亚迪的粉丝，那我还是得说，我不能吃得亏，我还当哑巴，这次又出过账了。
刚刚修完变速箱，到现在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又出问题了。1个石头地，还有一个问题呢，爬坡都爬不上去，直接爬上去就往后面退，没动力了，它又没熄火，跑平路也没事。现在检查出来是有什么问题？这个压缩机漏电，你看这个油排出来好黑好黑，这压缩机里面的油啊，全部已经烧掉了，这里面这是拆下来的是吧？对，这玩意的配件还超级贵啊，原装的1万多，原厂的我们买不起啊。我去年卖出去赚了客户30千，我现在贴进去不起来好多钱了。这次我们给他找了一个拆车件，赚了好多钱，3000多，也要3000多，跑不上去，那是什么问题呢？应该是发动机，到时候装完这个再检查。车况也没问题的，也没事故，也没怎么样，到现在为止还是10万零几公里。你就不问的问题吧，我们比亚迪的油电混合的问题还是算比较多的，比亚迪反而没什么问题，油电的也还一般般。这也10多年了，卖上几千台车，里面修的最多的一台了。你包括我们卖的么子啊，30-40万公里的车，哇，奥迪啊家伙都没得更高的换修频率，1年的时间呢，经常进5次，1/3的时间是在那里修，对吗？我们买车还是顺着买啊。其实从另外一方面讲，一个品牌好不好，看它的二手车的保值率也可以看得出来。就说比亚迪啊，我们今年卖掉的那一台2万公里的比亚迪秦，也是3万9800买的，这是5万多收的，卖了6万多块钱，你就看2万公里可以掉1大截。我觉得什么叫民族骄傲？国产品牌在国际上能够得到认可，能够赚得到外国人的钱，那你真的就是牛。今天是2024年10月18号，新买的车子，16号下午才提的车子，现在是48小时都不到啊，48小时都不到。你看，动力系统故障，开到半路直接失速了，现在显示动力系统故障。48小时不到的车子就出现这种故障啊！看，国内首例判车企担责并且赔偿的案件出炉。近日，江苏法院网发布了一篇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刘艳妮发表的文章《车载数据缺失，事故原因成谜，网约车司机车祸身亡由谁赔？》文章披露了无锡西山法院审理的一起侵权案案情，某汽车公司被判赔偿130余万元。2022年10月，王某华姓驾车前往上客点，途中车辆突然加速，撞击路边停放的多车后停下，车体变形，王某经抢救无效 S。据介绍，王某驾驶的电动汽车2021年10月生产，是当年上市的新车型。监控视频中可见车辆掉头后停车避让对向来车，然后车身颠簸，突然加速。据介绍，为查清事故原因，交警部门委托公安部所属鉴定部门进行分析，提供了行车记录仪视频、道路监控视频、汽车 EDR 数据分析及说明、车载终端 TBOX 数据文件、企业平台数据文件等。但鉴定部门未能给出具体结论，其在报告中写明，车载终端 TBOX 及企业平台数据中，事故发生时间段内大量记录项的记录值缺失，不符合国家标准 GB T32960相关规定，基于目前材料无法判断驾驶人事发过程中的操控行为以及事故原因。因此，交警部门出具了载明事发经过的证明，未能作出责任认定。王某亲属认为，车载终端及企业平台数据存在与实际运行状态不符的缺失，说明车辆存在产品缺陷，厂家应承担生产者责任，诉至法院，要求赔偿损失近140万元。案涉公司则认为，车载终端数据缺失不属于产品缺陷，车载终端不参与车辆运行控制，车辆也不存在自动驾驶功能，所以数据缺失与车辆失控、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。本案的主要焦点在于涉案公司的产品生产者责任是否成立。法院认为，应从产品是否存在缺陷、损害结果、因果关系3方面考量。关于是否存在产品缺陷，工信部曾发布 GB T32960 对车辆数据信息采集、企业平台数据传输的范围、频次以及通信异常时的处理有明确规定。在案涉事故发生前3个多小时内，涉事汽车车载终端车速信号、制动信号、加速踏板开度等大量数据缺失，不符合强制性国标要求，应认定存在缺陷。据有关司法鉴定书，王某的 AS 是事故导致的复合型损伤，可认定为车辆的碰撞事故导致。在涤除部分不合理费用后，法院对总体损失进行认定。
关于因果关系认定，法院认为车载终端记录的数据是车辆运行状态的反应，可用于分析整车及零部件是否正常运行，驾驶员是否正常驾驶，对还原事故原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车载终端功能异常，大量数据缺失的原因未明，意味着无法通过数据分析排除车辆运行存在问题的可能。除非案涉公司有证据证明整车及个零部件运行状态良好，或事故系其他原因导致，否则应推定缺陷产品与损害结果间具有因果关系。主审法官表示，本案的难点在于产品缺陷和因果关系的认定，涉事车辆未按要求完整记录数据，属于产品缺陷。对因果关系问题，法官表示，缺失的车载终端数据对了解整车车况、行驶状态、驾驶状态有重要意义。在数据缺失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明的情况下，相较生产企业，受害人在技术信息采集、分析方面的举证能力处于弱势，要其举证不合理，应由企业承担举证整车性能及运行状态良好。事故系其他原因导致的证据，如举证不能，应推定因果关系成立。同时，与一般产品相比，汽车缺陷问题一旦发生，将对人身、财产安全产生重大影响，侵害的课题有不确定性，波及范围广，社会危险性大。汽车业的发展需以人的安全为前提，判决也体现了对社会价值的引导。非常奇怪的是，即便是披露了案情，也有一个好的结果，但是车企的名字一直都是个谜，从头到尾都没有显示出来。在网上也无法搜索到，按照国内媒体的惯例，如果是特斯拉的话，早就被爆出来了。那么只有比亚迪或者遥遥领先的品牌了。有很多人盲猜是比亚迪。这么重要的一个案件11月1日发布，到昨天才有媒体零星的提及，真的有点匪夷所思。案件中的数据缺失有没有像之前车主起诉华为和赛力斯问界的案件？但是华为遥遥领先还是头铁。在11月17日官宣，即日起至12月1日期间买车可享受智驾无忧服务权益。也就是说，为了推广智驾，华为会为车主兜底。从官方给出的信息显示，此次鸿蒙智行推出的智驾无忧权益还是蛮丰富的。智驾保障权益包含智能泊车辅助 APA、代客泊车辅助 AVP、遥控泊车辅助 RPA、车道巡航辅助 LCC、智驾领航辅助 NCA 5大智驾场景。具体额度的话，问界 M5、问界 M7、智界 R7、智界 S7 保障权益上限为300万元，问界 M9、享界 S9 保障权益上限为500万元。这真的非常的恐怖，要知道智驾会在事故发生前退出的，或者是车主动了方向盘、点了刹车等会推出。到时候这个无忧服务能不能保障真的是个问题。这明显是为了销量，拿车主当小白鼠，并且还强行喂了一颗定心丸。有网友就反对，现在的智驾说出大天来，都是辅助驾驶，即便是发生事故后没有扯皮，遥遥领先真的赔偿了，但是命只有一次，华为是赔偿不了的。不要相信华为，这次真的是天坑。兄弟们好，这是我见过目前为止最聪明的车主，但是他也被糊涂了。你看车主手册上面明确说过，电芯是终身质保的，电芯以外的部件是8年15万公里质保，对不对？但很多销售是不是在跟你卖车的时候也在跟你说，我的电池是终身质保或者是保修60万公里的？你们总在想，我这个车怎么可能抛得到60万公里？亲身经历在这个车主身上验证了。他说我每一次现在还在4S店做保养，足足做了4、5年时间，没有一次是落过的。我就想着我这个电池跑60万公里或者终身质保多好的，对不对？当时他说我不相信车主手册上面写的，这个车主叫4S店写了一个凭证给他，电机、电控、电芯60万公里质保，不限时间里程。这个是现在目前仅只行驶了35万公里。当时还要求销售给他签的字，他们的售后负责人签的字，部门领导还签的字，甚至这家4S店总经理还签了字。本以为这个车能跑到60万公里，不用花1分钱来修电池，对不对？但是大错特错了，仅只跑了35万公里，是什么问题啊？这上一个插头是不是我们新的已经换上去了？那么它老的插头里面就有水渍进去，导致无法上电，拉到4S店去。车主本想着
有保修的，可以免费修，拉过去就拉过去。一拉到4S店，他说你的电芯我确实是给你质保60万公里，电芯就是这里面圆圆的叫电芯，那么电芯之外的东西只保多少啊？保8年或者15万公里，哪个先到哪个为准，15万公里已经到了。那么你看换这个插头报价给客户，第一我们这里不修，要拉到厂家去修，运费要6到7千块钱，还要加其他7七8八的，预估费用大概在1万多块钱。这个时候车主肯定不乐意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心里想，他在外面换个插头其实也很简单，这插头也就300-400块钱。他说那我拉到外面去修，你看换这个插头必须把整个电池包打开，也就是说让你拉到外面去修可以。我这里要1万多，外面虽然是300-400块钱，你只要打开了电池包，这个电芯我以后就没有办法给你保修了。但凡里面有一个配件坏了，都需要你自费去维修。那如果说你要享受到我这里质保可以，你在我这里花1万多块钱换这么一个插头，你们觉得合理吗？今天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插头，这个电池时间久了里面就会老化，你看，或者水管坏掉了，这些电路板坏掉了，甚至这些线坏掉了，或者电脑板坏掉，它都没有保修的，也就是它保修只保修你一个电芯，这里面圆圆的一个电芯，哪怕里面换一个电池，里面如果你又打开要扣又要1万把块钱，你说换着哪个消费者能承受得起？你们觉得这个保修政策合理吗？买车前给忽悠，买了车保修还要被骗。现在车辆年检又来了，史上最严格的新规出炉。有人说这比娶媳妇还难，也有人说我的老伙计怕是要提前退休了。以前年检就像老中医号脉，摸摸排气管，看看灯亮不亮，基本就完事了。现在倒好，直接上手术台，全方位体检，从刹车、悬挂转向到车身锈蚀、玻璃破损，甚至连个小划痕都不放过。这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选美大赛呢。扒一扒那些要命的细节，刹车系统这可是保命的东西。以前随便踩2脚就过关，现在不行了，得精确测量刹车距离，力道不够直接挂科。想想高速上刹车失灵，那画面不敢想。悬挂系统这玩意儿就像人的腿脚，时间长了难免有点毛病。新规对悬挂的检查更严格了，老化变形、漏油都得修。不然过个减速带都得提心吊胆，转向系统方向盘打不动，那还开什么车？新规对转向系统的检查也更细致了，转向精度、自由行程都得达标。这要是方向盘突然失灵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外观检查，以前觉得车身有点锈，玻璃有点裂纹问题不大，现在不行了，新规对外观的要求也提高了。破破烂烂的车直接拉去整容，环保标准。这年头不光人要环保，车也得环保。新规对排放的要求更严格了，尾气超标罚款是小事，污染环境是大事，老车主的噩梦。对于那些6到15年的老车来说，这新规简直就是噩梦。本来就想再开几年，这下好了。年检难度加大，维修成本增加，很多车主不得不考虑提前换车。这对于一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这么一搞你就只能去修车，那你说我找个修理店修个故障码行不行？不行。如果尾气检测没通过，不是说你想去哪儿修去哪儿修，你只能去指定的 M 站维修，而且只有这专门的维修站上报了维修记录，你才能再次去检测。你去一次不花个几百上千的，根本搞不定。你别忘了10年以上的老车，那可是每年都要年检，这钱保不准你每年都得花。你说10多年的老车值几个钱？这不就是逼着这些老车报废呢吗？真的是特色的小心思，太精巧了，防不胜防啊！大叔，请问你那个心情不好时你都干什么？上广场看娘们去呗。大叔，对于现在年轻人频繁的换对象，你怎么看？羡慕呗。那个大叔，如果说你的钱包丢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丢了就捡起来。那个大姨，你一天最多进账过多少钱？近10万。是那个卖苞米钱呢？我归彩礼钱。请问大叔，你是恋爱脑吗？我老狗多好。那个，请问前任对你说过什么话让你终身难忘？说我离开他，我得打1辈子光棍。那为啥对这句话没忘呢？他妈真打光棍了。真打1辈子啊？真打1辈子。